文静道人百思不得其解。他本来是想着，哪怕无法找到南海海神的本体，也不能暴露自身呐，所以不惜本尊亲自到了南海，近距离操控这具调教了许久的血纹傀儡。不曾想，终究还是暴露了。南海海神总归还是那个南海海神，浑身上下都写满了一个迷字。罢了，输给他也不是第一次，这面皮索性不要也罢。文静道人悠悠一叹，本体化作了一只血纹，屏蔽自身一切气机，暗中朝着安水城海神庙赶去。至于那一具带着蝴蝶血纹的傀儡，他也遵从海神所言，此刻朝着南海赶来，做出气急败坏暂时撤离的模样。哟，真炸出来了。破天峰百凡殿中，李长寿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心底流转着这般念头，有些哭笑不得。他站起身来，外层伪装的境界小幅度上扬，但是却没能突破一个完整的小境界，面色有些遗憾。李长寿对两旁的外务长老做了个道揖，便低头走出了百凡殿，驾云离开了此地。几位鱼肉之交的长老本想鼓励李长寿几句，但见李长寿面色暗淡，也就没多说什么。这事儿也确实是不好安慰。离开百凡殿之后，李长寿维持着自己郁闷的表情，心底的念头却是纷纷杂杂。莫不是文静道人叛了西方之后，又叛了我们人教？若真是如此，我家圣人老爷或许会给我一些提示。毕竟文静道人关系到今后坑西方的大算计。又或者是文静道人对我这个海神一直有怨气，想找到我的本体，互相把持把柄，在我这儿多一些话语权。根据李长寿这些天的观察进行分析，这条倒是很有可能性。其实李长寿在出生之前并未直接确定这是文静道人，他只是观察到了几个要素，心底有些怀疑。要素之一，傀儡。他在几天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天仙境巅峰的魁梧壮汉似乎是被人给控制了心神。虽然对方的举止动作并无什么太多的破绽，但是善用指道人的李长寿能从许多细节，比如这傀儡的眼神啊、细小的动作呀，判断出对方应该是傀儡。洪荒中控制旁人心神的方法数之不清，李长寿也无法确定这是否就是血纹傀儡，但是对方这段时间的行为确实是过于反常。这傀儡每一次出手引他化身出动，却都在关键时刻退却，也不下狠手死手。对方鼓动凡人闹事，但又只是小范围的捣乱，并未闹出人命，十分忌惮业障。傀儡每一次现身海神庙就跑，似乎有些心虚。李长寿在心底列出了一大串的选项，排除法刚做到一半，心底突然就冒出了这难不成是那只蚊子在搞事的念头。犹豫了2日，又详细斟酌了1日，李长寿决定炸一炸对方。他传声说的那句话也是反复斟酌仔细琢磨过的，尤其是那一声文大有讲究。若对方不是文静道人，这样便不会直接暴露自己认识文静道人之事，保护人教潜藏在西方教的优秀教众。若对方确实是文静道人，单单一个文或者是文字，能够凸显出自己此时已经被他给惹怒了，并初步试探他是否已经2次叛教。让李长寿确定对方就是文静道人的是这壮汉傀儡下意识的反应。对方有一瞬震惊、慌乱，带着少许我都这样了你还能认得出来的这种不敢置信。李长寿后面又传声的那2句也不过是进一步确定傀儡的身份，并做一些应对的安排。到此时，李长寿的灵觉已经恢复如常，没有了什么危险之感，但依然不敢掉以轻心。这凶纹真的是不好收服，也着实是不让人省心。现在急需确定的
是文静道人是否已经背叛了人教。其实判断的方法也很简单，接下来如果文静道人用本体或者是用之前神通血纹赶来海神庙，那就说明文静道人有60%的可能还是站在人教这边。假若是那一句壮汉傀儡来了，那此事就值得玩味了。李长寿的本体回了小琼峰丹房，立刻开启了周遭各处大阵，检查了一下自己身上的防推演小玩意儿。正此时，他在海神教主庙中捕捉到了一缕嗡嗡的蚊声。来的倒是挺快。李长寿藏在地底大阵中的化身散出仙识，只见一道妖娆倩影出现在了海神庙的后堂，浑身被一层迷雾包裹。但是李长寿上辈子修炼多年的去马赛克之瞳此刻也是发挥了作用，技术性看透迷雾，见到了那一身血色纱衣打扮的妖娆女子。他藏在骨子里的凶煞气息给李长寿有些压迫感的道境威压，应当是蚊子的本体。不是，怎么穿得这么暴露啊？文静道人左右观看，寻着了南海海神的身影，但等来的却是一句：换一身正经些的衣服，去后院西北阁楼书房等我。文静道人眉头一皱，却是有些不忿，他这衣服怎么不正经了？但是李长寿又传声道：大法师随时有可能会注视此地。文静道人立刻转了个身，拧出了一层深蓝色的素净长裙，顺便还换成了洪荒女子常见的云鬓发型。随之他又隐去身形，赶往了那阁楼。这蚊子真的对大法师动了那种心思啊？洪荒万磁之王赵公明与他的迷妹金光圣母，鸿蒙凶兽文道人苦追太清无为玄多大法师，要了个兽的，这都是什么戏码呀？这个洪荒天地的画风真的是越来越出乎兽的预料了。且说正事。不多时，一具老神仙皮指道人自地下指道人库中钻出，朝着那一处阁楼而去。与文静道人见面之后，李长寿既不恼怒也不摆脸色，依然是那一般含笑的慈祥模样，仿佛此前被折腾的不是他一般。李长寿自顾自地坐在书桌之后，文静道人散去身周迷雾，习惯性的妩媚一笑。坐吧，李长寿淡然道。不了，我站着便是。文静道人轻声说着。李长寿注视着文静道人那一双迷人的凤眼，保持着道心空明，尽力去忽略文静道人给自己带来的那一份威压。而文静道人此刻也与李长寿的指道人对视着，他很快就是轻轻一叹，又有些欲言又止。李长寿笑道：道友，你可是对我有些怨气？不错。文静道人略微抬了抬下巴。我总归是一族之王嘛，被你3言2语就收服，心底总归是……然后呢？我自是……罢了。文静道人突然颓然一叹，自顾自地坐在了一旁的圈椅中，用平淡的语调迅速说着：是我一时起了些歪心思，想找你本体戏弄一番。起因是前些日子我得了西方教命令，让我用那只锁神追魂蝶寻你本体踪影，暗中除去。李长寿的指道人淡定地点了点头，而此时已在小琼峰丹房地下密室中的本体却是眉头紧皱。流浪小琼峰计划还真是一天都不能落下。文静道人又道：我自不会真的伤你，你手中握着我今后的生路，我不过是想多一些反制你的手段罢了。李长寿温声道：你的话此时我只能信50%。文静道人秀眉轻皱，却也知这是自己搞事情搞出来的苦果，低声道：我可像上次那般立下大道重誓，自证并未背叛你们。稍等。
李长寿淡定地道了句，拿起了一旁的笔墨，提笔写了一阵，随手写了一个1000字篇幅的大道誓言出来，用先例推给了文静道人。某文表示满脸黑线。不多时，一抹天道道韵降临，又随之退走。文静道人有些无力地坐在那儿，眼底流露着浓浓的无奈，苦笑着问：可还有其他惩处？莫要说惩处二字。李长寿微微一笑，为了让今后少发生类似事件，李长寿决定用一些小套路。就听李长寿叹了一声，温声道：唉，是我忽略了道友心底的这一份怨气，这也有我的一份责任。以后，文静道友，你心底若有憋闷之处，都可以找我来倾诉一番。文静，我知你对如今天地有怨言，对天道也有怨恨，但是生灵存于世间，除却了生存之外，也还有许多其他的追求。你可曾想着自己为何而活？文静道人轻轻皱眉，言道：生存本就是生灵天性，惧死则求活。非也。李长寿缓缓摇头，语重心长：今天我告诉你3个新词。文静道人奇道：还有我不曾听闻过的新词吗？自然是有的。李长寿提笔在面前这昂贵的薄纸上写下了3行12个大字：本我价值，本欲满足，生灵追求。当下李长寿缓缓开口，把他上辈子开公司那几年鼓励员工的话术，糅合了一些洪荒修行的道理，细细为文静道人解释。不多时，文静道人被李长寿所说之道之意所吸引了，起身走到书桌旁，静静地听他在那言说。这些其实也是李长寿上辈子的人生经验。想让年轻员工多干活，又不想给他们高工资，那就跟他们谈理想，对吧？想让公司老油条发挥一些剩余价值，又不想给他们升职加薪，那就谈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不对？而文静道人这般呢，是人教必须的人才，又对自己这个临时主管有些怨气，那就在前2条的基础之上走心谈交情。李长寿上辈子最佩服的一位成功商人，能把裁员喊成本公司向社会输送人才。今日他厚着面皮，必须要灌输一些思想在文静道人的心底，以免后患。不知不觉又到了深夜时分，文静道人双眼之中带着星光，嘴角带着微笑，在南海海神庙的阁楼窗边，对着老海神做了一个道揖，言道：多谢道友点醒。去吧。李长寿摆摆手：道友放心。文静道人定声道：我自会成为人教与天庭所必须的高手，让我的道声绝不虚度。善。李长寿笑道：锁神蝶之事的后续，就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处置。文静道人轻轻颔首，对李长寿露出了几分微笑，满是感慨地叹了一口气，转身化作一抹血光，留下了少许嗡嗡的声响，迅速消失不见。这文道人要做一个优秀的女王大人哟。李长寿心底一叹，将这老神仙皮纸道人甩出少许火光，将文静道人所坐过的椅子，自己面前写了一摞的纸张，尽数化作灰烬。文静道人虽然稳稳地忽悠住了，但自己现如今却是真的陷入了危机中。西方教现在对南海海神已经是起了杀心，南海海神人设单纯的人教中人的背景已经是有些不稳了。还好自己一直将真正的身份藏了起来，此时来看，
自己当时耗费心力，让人教小法师、南海海神、渡仙门弟子3个身份互相分离，确实不是白费功夫。现在虽说也非毫无隐患，毕竟要考虑到敖乙被人搜魂，敖乙被人控制心神，敖乙被扔到了油锅等等突发事件，但这总比他李长寿直接暴露在西方众高手的视野下要好很多。身处这大教的漩涡中，该如何才能更好的自保？李长寿也知自己此时稍感被动，归根结底还是修道岁月太浅，积累不充分，导致自己在这般风云大事之中无法全面发挥，尽善而为。他不禁陷入了思索，想要保护好自身，自然就是要藏得深，跑得快，明大事，抱大腿。一味的躲避并不稳妥，只有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真正抱稳大腿。所以自己又必须在这个漩涡的边缘游走，这就宛若一个怪圈。西方教今天出一个锁神蝶，明天说不定就会搞出一个什么锁命虫，这谁受得了啊？自己能想个什么法子把对方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呢？文静道人此时想必已经在对西方教复命。为了保护这位以后有大用的己方队友，那只锁神蝶李长寿并未让文静道人摧毁，反而是让文静道人回去之后对西方教的副教主详细描述如何找寻南海海神，又如何找错了18次。虽然对方不可能真的知难而退，但总归不能知难而上吧，有可能会换一个思路。说实话，只要不是威胁到李长寿的本体，指道人对方想毁多少，那就随他们毁多少，大不了以后再开发一点这个斗仙人呗。